未受压处，指压褪色，尸斑暗红，尸僵较强，显于各大关节。月姐，血液及胃内容中检测出氰化物成分，氰化物成分浓度质量为7.2微克每毫升，头部浓度明显大于其他部位，推测为直接吞下氰化物。可是奇怪啊，氰化物中毒不应该是有苦杏仁味吗？可是现场为什么没人提啊？毒理学课没好好听，课难看多了是吧？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身体里都没有氰化物气味受体，根本闻不出什么。苦杏仁味是因为氰化物在潮湿空气中水解出的氢氧酸的味道。如果下毒剂量少，那也是没有味道的。行了，把报告给陈队吧。我们一共在现场提取到43枚有效指纹，属于不同的9个人，其中有1枚属于死者梁毅，剩下的8个人目前正在排查中。案发地房屋经过特殊改造，在一个隐藏房间里，我们还发现了82份梁毅和不同女性的性爱视频和87份病历。我推测两者之间应该有对应关系。如果对应关系成立的话，就说明还有5张光碟下落不明喽。对，按这个角度去想的话，凶手很有可能就在这5张光盘里。那就把这5个人先找出来嘛。对了，上次你们从监控录像里看到的那个嫌疑人，现在什么情况了？那个视频太模糊了，看不出来。那谁正在画？陈毅。人呢？可能画不出来，不敢出来吧。这些都是在你们整容医院做过手术的病例，是吧？是的，这些都是梁院长的直接客户，他们的病历都是院长自己单独保存的。麻烦您看一下这个，这应该是他们整容后的样子。能不能请您把这些照片跟这些病历都一一对应上？那我试试吧。这个是这个。这个对了，警察同志。你之前问过我说，梁院长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？我觉得他可能算是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次整容手术失败，他被毁容了。沈老师说那个女的被毁容了，不好画，让我做模特。雨涵，哎，沈老师，陆成，但是蒋峰出去了，说是找到嫌疑人线索了。啊，这个帮我交给他。画出来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这个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天哪，这张脸经历了什么呀？阿姨，艾文是不是住这儿啊？我们是北江分局刑警队的，想找您了解点情况。他不住这儿了。那您有没有他现在的住址，或者联系方式什么的？这种铁门呀，每层都有2个，钥匙只有我有。除了正常的3步时间外啊，他们根本出不去。这就是外门。
艾文，你认识梁毅吗？认识。他死了。我知道，我杀的。不是，他早就该死了。他逼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在他那间小黑屋里，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药。他还想再糟蹋我，我不会再骗那个畜生了。我就一下子把他给打晕了，一刀，他把他的肉给割了下来。他流了好多的血，特别的红，我就把他的血装进了我的瓶子里，做成了口红。从艾文的精神状态来看，基本可以排除嫌疑。但是通过对他的调查，证实了我们的推论：梁毅一直在用这些光盘要挟视频中的女性。只要我们把视频中的人和病历中的人一一对应，就能缩小范围。张俊找我。啊，来，你看看人家门开着都知道敲一下，你给我坐好。辛苦了啊！听说昨天晚上熬了一晚上才把那张脸画出来啊？没事，主要是毁容后的脸，还原难度还是有点大。对不对还不知道呢。张局，我接着说啊，我们现在手头的照片都是他们在整容之前病历上的照片，而视频里的那些女孩都已经经历了完整的整容手术，所以在确定身份上有点困难。我已经让整容医院的刘云确定出了30多个人，剩下的就需要我们逐一排查。其实有更快的办法，说来听听。只要把视频中的脸还原成整容前的样子，就可以比对了。可以全部还原吗？如果让我再仔细看一遍那些视频，应该是能全部还原出来的。准确率大概多少？我有把握，准确率不低于90%。杜生，你跟沈一起吧。我都看过了。人我画出来了，办公室我可以用了。集中注意力，少扯闲篇儿。你这画的都什么呀？随便扒了2笔，偷工减料。我是偷工了，82张人脸，我没必要都画出来。我只要画出那些惊恐和无助的就够。你知道所有灵长类动物中，人类的眼白是最大的吗？有什么关系？人类是最早使用眼白来表达情绪的。眼白的大小可以表达出惊恐、愤怒、悲伤。我要抓住的不是那些相似的脸，而是不同的情绪。他这是在办画展吗？沈老师也太厉害了，一晚上画出这么多。画对不对还不知道呢。你拿着病历比对一下，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当然了，大海捞针的事儿就辛苦你了，程队。等着你们的好消息。我去吃个早餐。别说。
天天的忙死了，哪有时间去他那儿？那天，哦，那天我上午去郊区看了一块地皮，中午搭飞机去外地，有一个新能源电池的投资招标会，非得我去。所有行程都在我的助理那儿，你们随便查。25号那天我在医院，你们可以去问医生了。你们怀疑我杀了他？我每天直播10几个小时的，要和粉丝互动。怎么出门？不信你可以去查我的直播记录呀，顺便帮我点个关注哟。我那晚在家画设计图，快天亮才睡。我一个人住的，怎么证明啊？监控算吗？我要是能杀了他，我还用得着这么对自己吗？我的那份录像呢？我可以出钱买，多少钱都行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你情我愿的。警官，咱能不要提这件事情了吗？人倒是对上了，可都有不在场证明，不应该啊。最后一个什么时候来？最后一个叫范若萱的不肯在白天来。你好，麻烦你把这个口罩取一下啊。可以不取吗？这戴口罩都画得这么像，神医也太神了吧！既然你那么厉害，请你把它画出来。我真的画不出来。前几天你是去找过梁毅吧？你要知道啊，我们呢不会平白无故的把你叫到公安局来。我是去找过他。人民医院的周院长跟我说，你的那些填充材料都没有到临床阶段，你拿我的脸当实验品。然后呢？周院长说他能帮我做修复手术，但这钱得你出。给你钱有用吗？啊？你看，你这张脸都已经完了，谁也救不了啊！我要去告你。我要去告你！看，那这么说，你之前并不知道他跟你录过视频是吧？那你是什么时候被他，被他偷录的呢？第一次做鼻子整形之前，面诊后，他把我带到了他整形医院顶楼的家里，出于情面，陪他喝了杯红酒。没事吧？事后，他
他跟我道歉，说只是因为太喜欢我了。作为补偿，他会免费为我做手术，无论什么项目，无论多少次，他都。被梁毅用视频威胁，所以铤而走险杀了梁毅，对吧，程队？所以呢，你就会整容上瘾，不停地找他给你免费手术。不是，每次都是他劝我的。他说，只要一个很小的手术，就会变美，是更完美。可事实，我做手术是为了变美。可是梁毅把我彻底毁了。后来就不停地修复、修补，直到修补都修补不了了。从透露视频开始，他就早有预谋，他就是故意毁掉我的。然后干脆你就把他给杀了。怎么想杀我呀？来啊！你不敢，快回家吧。我想过，但还是不敢。园区的监控时间显示，25号晚上你在梁毅的公寓里边待了将近2个小时。25号？嗯。不可能。为什么？25号晚上，我一直在派出所。他应该没有说谎。镜子就像是人的2重身，他用尽了最大的勇气，也只是杀了镜子里面的自己。有几个小问题，我呢是反复问了3次遍，他的回答是基本吻合。这通常看啊，犯罪以后，嫌疑人呢会反复修正自己的口供，在能够证罪的关键问题上会出现绝对的一致。可是有很多小细节就会前后矛盾，难以自洽。这个范若萱没有这种情况，以我经验看啊，他说谎的可能性我觉得很小。程队。跟派出所确认过了，25号晚上，范若萱确实因为酒驾被扣了1万。所以只有一个可能，监控是伪造的。3月25号值班的是刘连明，昨天刚办了离职。他住哪？我说呢，24小时整个内容都被替换了，难怪技术那边什么也查不出来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附近的监控什么都查不到了。待会儿你去把外面的监控再重新查一遍。刘连明，刘连明。
我通知120。不用了，叫法医来吧。对死人的脸也感兴趣啊？人只有活着的时候，才会有各种让人着迷的表情。死了，人脸都变得索然无味了。这个我不赞同啊。死去的人也是有表达的，很多时候这种表达比活人更可信。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跟梁毅的死因一样，氰化物中毒，氰化物直接下了酒里了。凶手是同一个人，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在刘连明的酒杯里下毒，但梁毅的酒杯就干干净净。先杀梁毅，串通刘连明修改监控，再灭刘连明的口。这个凶手不仅心狠，而且聪明。你的语气听起来很赞赏，只是陈述事实而已。何法医，您看这个，酒里面化验出一块沉淀物，邻苯二甲酸酯。那人吗？增速剂，在香水、洗发水、指甲油里都有。我知道了。原来是他。能确定吗？看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了，那些女孩的手都很好看。梁玉动的是脸，可他最爱的却是女人的手。对于有这种嗜好的人，在指甲里藏毒是最好的下毒方式。那刘连明呢？他对手可没有这个爱好。他不爱手，却好酒。只要把药粉加在指甲上，趁端酒的时候就可以下毒。所以刘连明的酒里才会验出有增速剂。哎，太嚣张了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一上车就控制不住想睡。现在是警察，精神点儿。贾小姐您好，杜警官有什么事吗？方便进去聊吗？蒋小姐平时喜欢做美甲。没办法，我有很多女性客户，想要跟他们迅速拉近距离，美甲就是话题啊。今天没涂。
没心情。没心情。没心。二位今天来不会是想跟我聊美甲的吧？没有，我们哪懂那个。上次您说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是有监控的，能不能麻烦把那个监控数据借给我们，让我们回去做一个例行检查？哦，监控数据在我手机里，我传给你。好。有了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沈毅，谢谢啊，再见。慢走。是你说蒋哥有嫌疑，来这儿又什么都不说。他的指甲剪短了。程队，这是一段总长24小时的监控视频，中间没有剪辑痕迹。李涵，再调取几份蒋哥住宅附近室内的监控。没问题。喂，沈老师，调取的蒋哥住宅小区附近的公共空间室内监控全都发到你手机上。破绽就在这儿，光线是不会说谎的。同一时段阳台无遮挡的白天录像，蒋哥的录像确实比其他几份更加明亮。所以蒋哥家的监控也是被替换过的。程队，蒋哥，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和对你居所进行搜查，请你配合。小李，去附近找2个见证人。好的，程队。有发现吗？目前还没有。这个化妆台检查过了吗？还没呢。叶子。姓名：蒋哥，年龄：34，
职业：亦非建筑设计工作室合伙人，首席设计师。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那梁毅的事儿吧。可是能说的我都说了。那就聊点不能说的。你认识一个叫刘连明的吗？他是谁？这里面有他。他认识刘连明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一个人的视线会不受控制的被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所吸引。不认识。他是梁毅医院所在园区的保安，一点印象没有。一个人的一生，见过上万张面孔，大多数都是过眼云烟吧。那你所说的过眼云烟，就为了给你制造不在场证据，替换监控。你就好好歇着啊。26号刘连明应该休息，但他故意调班，把你25号进出医院门口的监控换成了范若萱23号进出医院门口的录像。刘连明应该只是你的一枚棋子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成了定时炸弹，所以你不得不灭他的口。你有证据吗？对，证据的完整很重要。我们在刘连明的手机里没有发现那段视频，但我们发现他在死之前给自己的邮箱发了一封邮件，邮件被人删除了。不过我们通过服务器恢复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我们在你家里搜查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小片指甲的碎片，这是化验结果，我还没看过。如果你在我打开之前说，那会是一个结果；如果我打开之后你再想说，那就是另一个结果。我以为他们死了，我就自由了。像梁毅这样依靠为女人制造面具而谋生的人，最迷恋的竟然是女人的手。脸可以改，性别也可以修正，但唯有手，后天无法矫正。几乎是完美的犯罪。可如此聪明的你，为什么会掉入梁毅的陷阱呢？因为我这张脸，我这个行业里，男性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，甲方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男设计师，他们更信赖于男人，而我，一个长相普通的女人，永远沉默在人堆里。
就像有一层厚厚的天花板，挡住了我向上的路。我要跟那么多男人抢一个机会，如果我没有在第一眼就被看到，机会就会被抢走。所以，我发誓一定要做最突出的存在。性别突破不了的天花板，我要用美来突破。绝对没问题。相信我，你只需要闭上眼睛睡一觉，醒来后，你会变得跟他们一样美。然后梁毅就像对其他姑娘一样，趁机给你下药。我才是那第一个受害者。那万恶的密室，就是我设计的。太完美了，简直是天衣无缝的设计啊！江小姐，看来我欠你一大笔设计费啊！您不还是免去了我的手术费吗？梁院长，您为什么要在这个豪华的公寓里面修筑这个秘密隔间呢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有过一些荒唐的梦想。现在长大了，需要找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，做做白日梦。你为什么当时不报警？如果我报了警，他会马上把那些视频流传出去，我的事业就都毁了。我还有未来呢，纵使千疮百孔的走下去，我也不会止步于此。所以你就眼睁睁看着其他的女生步你的后尘，而你什么都不做。我承认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是他的帮凶。他侮辱我，他玩弄我，他让我不断地给他介绍客户。我有的时候竟然我会感激他，就是因为他给了我这张脸。靠着这张脸，我崭露头角，名利双收。可是我得到的越多，我就越没有反抗他的念头。那你后来为什么要杀了他？